王，太子已经在大殿外跪了1个时辰了。寡人没有让他跪，是他自己要跪的。太子大概心中愧欠。跪跪也好，也算是送他兄弟上路。大秦公子或舍生取义，或慷慨牺牲。童儿死得轻如鸿毛。听说公子通和太子早有前嫌。不管有什么前嫌，王家公子的性命是王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他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吗？是。童儿是寡人的孩儿，当儿也是寡人的孩儿。一个怯懦轻率，一个鲁莽暴烈。去，让太子回太子殿闭门思过，将上书100篇，一字字的给寡人背下来。是，大王。大王，樊长史求见。此刻寡人最不想见的就是他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童儿已去，你节哀顺变吧。童儿死的冤枉。有何冤枉？大王，童儿正是为大秦建功立业的年纪，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他怎么会自寻短见？大秦公子本该经得起千柔百挫，无论何事都要有担待。世子可杀，却不可辱。自从当年杀人蜂事件，太子就与通儿结仇。太子认定是通儿的酒水害得他差点丧命，便把通儿当作仇人一般，一有机会就对我们通儿百般凌辱。太子撞见杀人蜂，不就是个意外吗？大王错了，杀人蜂并非意外。不是意外，那是要杀人。杀人？谁要杀人？杀何人？你可明白此事重大？我心里头明明白白。那就说。当年真凶将杀人蜂费尽周折弄到宫里，那要杀之人就是公子季。有人要用杀人蜂杀公子姬，却害了太子，这说不通。大王，真凶费尽周折将杀人蜂弄到宫里，本要伤害的是公子季，却不想太子阴错阳差，喝了通儿的酒水，结果反而让真凶自作自受了。真凶自作自受？大王心里一定猜到了那个人是谁。不会是我？不错，那个人就是王后。大王有所不知，那日通儿曾早早窥破此事，只是我这个当娘的胆小怕事，才将此事隐瞒至今。若是能早早告知大王，我的通儿他也不会。你将其中原委仔细说清楚，不能有一句隐瞒，也不能有半句遗漏。是，谢大王。母亲，
木剑！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即刻查封交房殿，禁止宫中任何人出入王后住所，逮捕一切有干系之人，叫廷尉府审问。是。你说什么？樊长史出手母后，说他企图谋害公子季。小的刚刚知晓，昨晚大王已经下令查封交房殿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母后心肠最软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眼下不是辩解可能不可能的时候，得随机应变才是。如何应变？那樊长史平日里不哼不哈，胆子最小，如今却敢跳出来咬母后。公子通已经死了，他就算扳倒了王后，又能有什么好处？不是有人指使，不是有人替他谋划，就凭他，谁是他的幕后之人？谁会因母后出事而得到好处？这样的人，后宫里多的是。芈八子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还有你的姑母。你得想想，他们为什么怂恿你父王向你母后问罪？他们是禁止向你的太子位分。若你倒运，谁会有好处？公子运、公子迟、公子介，还有你那华哥哥，真是不开窍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小的来看望王后，请行个方便。啊？哎。王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啊，小的让永相令行了个方便，这是刚刚蒸得的蛋羹，还热乎着呢。唉，王后水米不进，若真伤了身子，岂不是让外面那些要害你的人称心如意了？放那儿吧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如今我失势，后宫里其他嫔妃是否都在落井下石呢？哪有的事啊！只是那樊长史失心疯了，公子通死了，那是命数到了，怨不得别人。可是他不自量力来诬告王后，就算王后失势，难道能救回他的孩儿？出手之人当中，有没有芈月？芈月？没有。王后在依稀芈月吗？我只是在想，他可能会妒忌荡儿成为太子，此时趁火打劫。既然如此，小的定为王后留意芈月。王后，眼下大王也就是一时恼怒，若廷尉府那边查不出真凭实据，再有太子和朝臣们为王后说话，此事也就会不了了之了。大王只听别人挑唆，也不来问我事实真相，丝毫不顾夫妻情分，更不顾荡儿太子的脸面。珍珠珊瑚都是我身边的人，竟然也被抓走，关到永相严刑逼问，令人心寒。小的听说，两个姑姑是被分头禁闭的。樊长史告发之事，跟珍珠没有什么瓜葛，但与那珊瑚……珊瑚说了什么？小的不知，但只要珊瑚不吐口，他们就奈何不了王后。樊长史是何等老实人，平日里连只蚂蚁都不肯踩死，
有他出手王后，宫里肯定多半人相信王后确有罪过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我从未想到樊长史有这般胆量。公子通死于非命，只怕是毁了樊长史在宫里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人若是连死都不怕了，还能怕什么？王后这下在劫难逃了。杀人封案件已经过去许久，樊长史出手若无真凭实据，只怕是很难将王后的罪名坐实的。可惜王后送给公子季的那件衣裳不在了，不然拿着它就是份证据。月儿，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，赶紧把这粥喝了吧。月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曾经已经忘掉的一些事情。我在想我娘亲，想举姬，想魏后。那时候你还那么小，能记住什么？我知道，一定是魏后害死了我娘亲，要不然楚宫里怎会流传说父王死前曾打算废后？好了，月儿，别再提那些事儿了，提起来全是伤心。我不是故意惹姑姑不高兴的，我只是觉得眼前的情景似曾相识。幕间传话，大王要在承明殿召见8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2日，寡人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。月儿，你与王后是姐妹，你告诉我，害我孩儿之人，真的会是王后吗？樊长史出手王后，可有证据？当年杀人封之事，是童儿亲眼所见，环环相扣，合情合理。可惜，童儿已经不在了，死无对证。若真是王后所为，大王打算如何处置？秘书失德，寡人袒护他，又如何在后宫收复人心？大王要废后。大王，照理讲，此时继儿是施主，芈月不该随意说东道西。但王后是国母，废后必动国本。眼下案情扑朔迷离，一发不可牵，牵之动全身。大王，还是慎重些为好。月儿，你是宫中锦心修长之人，当年杀人封案，震动宫闱，你可疑心过王后？大王，大王明察秋毫，芈月愚钝，哪敢与大王相比？你不愿说，那好，寡人打算明日亲自提审珊瑚，一定要水落石出。既然大王要亲自提审珊瑚，那还是拿到口供后再做定夺吧。永香领说了，这里到处都是耳目。你呀，进去以后，快快说完就赶紧走。
楚咬死了樊长史那边是陷害，谁又能拿姑姑如何呀？往后这些日子为了姑姑辗转难眠，看来无论大王如何决断，姑姑想要走出这暴世，只怕是无望了。啊，要有法子能一了百了，那样姑姑也可以少受些罪。哎，王后已经给楚国的大王去信，托付楚王好好关照姑姑的家人。奴婢明白了。沈哥，沈虎昨晚撞墙自尽了。是，他一死，这案子还真不好收场了。有人要给寡人布迷局呢。对于樊长史与王后不和之说，臣弟早有所闻。记得王兄也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太子莽撞好斗，不懂兄弟之情。何况如今情势越来越乱，若再不做决断，只怕有人会趁机浑水摸鱼。诸公子背后还有他们的母族，若他们卷入，只怕最后想了结都了结不了了。褒法处世则治，背法去世则乱。寡人也想有个了断，但欲速则不达。臣弟请大王深思，告退了。王后，大王让公子季搬进成明殿了。你说什么？大王让公子季搬进成明殿了？是，小的哪敢胡说呀？小的曾经拜穆坚为干爹，这一消息是穆坚告诉我的，正是数年前太子读书的那间偏殿。那间屋子是当年大王打算立旦儿为储君，待在身边时时教导，才让他搬进去的。大王刚立太子就要改变主意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大王此举实在让朝堂内外愕然呐。珊瑚一寻短见，大王没有凭据，不能定我的罪，不应该在此时动了易楚的念头啊。王后曾叮嘱小的留意那芈月的举动，这些日子宫里的嫔妃都被大王撂在一边，只有芈月一人去过成明殿，此事只怕与芈月有关。一定是他去大王那儿出手了我。芈月，你言而无信，终于露出了真心，是我错信了你。干相，王后，干相，时机从权，干相要赶紧想个法子才好。大王心意已定，无法挽回，眼下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。依干相的意思，该怎么办？臣以为，我们只能在公子季身上打主意了。好，再撞过去。哎，拜见太子。
站住！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？这几位是我招揽的壮士好汉，正欲带他们去见大王呢。大王不在，今日大朝就滚开！太子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哎，这儿不要抬得太高。太子哥哥，太子，季弟，一个人练武难免无趣，不如让哥哥身边的护卫们陪你练练如何呀？不必了，太子哥哥，几位壮士与我身量悬殊，太不相符，还是下次我也去觅几位铁汉，与他们再做较量。季弟何必客气呢？父王将你搬入成明殿，定是对你轻言有加。你除了每日的功课，还需时时操练武艺。季弟，切不可懈怠。你若瞧不上我身边这些人，不如这样，哥哥亲自陪你练练如何？太子哥哥，您是储君，当为我们兄弟之表率，若是行为失检，只怕要令父王失望。季弟，你可真是伶牙俐齿、能言巧辩呢。有你在，岂不衬得我们这些做哥哥的越发笨口拙舌、窝囊无用了？季弟，出剑吧，哥哥跟你讨教几招。太子，公子季年纪尚小，嫩胳膊嫩腿的，习武刚刚起步，如何与您较量？既然太子这么有孝心，招纳了这么多壮士献祭于大王，不妨稍等片刻，大王很快就要下朝回来了。看到此景，大王岂不欢喜？大家少管闲事。季弟是我赢家儿郎，如此胆小畏战，丢了王家颜面。我作为兄长，本当悉心教导。吾获孟奔，在，把他给我带出去，好好伺候一回。是。休得无礼，想拿公子，先过老奴这一关。你个阉人，好大胆子，竟敢以下犯上，那就不要怪我的人下手太重，给我拿下。是。那些大名鼎鼎也不过如此嘛。伸手！公子退后！大胆！儿臣拜见父王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到。太子好生威风，竟然可以带着人杀进寡人寝宫。接下来，是不是就要逼宫弑父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和季弟嬉闹玩耍而已。玩耍？你把宫里的大监都伤了。这几个是儿臣寻来的力士，乡野鄙夫，不懂礼仪，举手没个轻重。此事也算儿臣的错，回头儿臣好好调教便是。身为太子，行为放纵，谁人教导你的？寡人晚来一点儿，只怕继儿也给你伤了。这习武之人，祸皮伤肉也是难免的。这叫习武吗？舞刀弄剑，杀气腾腾，招招指向要害。季弟便可以在父王的寝宫中舞刀弄剑，这阉人老奴也可，唯独我不行。难道我不是父王的亲生骨肉吗？你
逆子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父王，让开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此刻怎么办？你们速速离去，薰儿让父王抓了你们。你呢？身为太子，自然是要为大王侍疾了。对对对，我要为父王侍疾，随时等待父王传召。你们快走！是，走走。八子，八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太子带着3名御史到成明殿找公子季寻衅闹事。希儿怎么样了？亏得大王及时赶到了。可是大王急火攻心，口吐鲜血。什么病症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听说情况非常危急，已经人事不省了。楚离子，事已至此，你是宗伯，还不快拿主意？哎呀，不能再等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分封在外的公子们日夜兼程往回赶，这腿脚快的马上就要进咸阳城了。大王今日才倒下，是谁提前把大王病重的风声散出去的？风声早晚要散出去，早一日比晚一日好。甘香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这么做也是为了大秦国本着想，岂能患得患失，因小而失大？你这么做明明是火上浇油，推波助澜。哎，老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王后怎么出来了？大王病重，后宫无人主持，这必然生乱。我只好不顾性命，私下做主了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哎，王后，大王病情危重，臣妾不知如何应对，一切还由王叔做主。王后放心，楚离子必当尽心竭力。此刻后宫人心慌乱，还要王后主持。那是当然。王后，楚离子、右相，大王如何了？大王跪体抱恙，后宫所有人等未得传召，均不得进入成明殿。芈月，平日里大王最宠你，此刻你更该识大体。臣妾只求为大王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。大王身边有太医诊治，你们去了，不仅无用，反倒掣肘。如今必须事事以大王贵体为先，谁要敢惊扰大王，可别怪我不顾往日的姐妹情面。王后如今还是戴罪之身，如何有权利对嫔妃们颐指气使？大王并未下诏定王后之罪，谁敢说王后是戴罪之身？王后如今得势，只怕是不会再放过我了。王兄，怎么样了？太医令，大王怎么样了？哎，大王此症既劳神，更忌大喜大怒，请大王珍重。寡人睡了有多久了？3日了。3日。太子何在？妻儿何在？
大王，太子和诸公子们都在外殿候着呢。后宫事务，如今由谁来主持？由王后主持。王后尚在闭门思过，何人让她出来？是甘有香。当此混乱之际，若后宫无人主持，只怕会发生不测。罢了。王兄，大王，喝点水。喝点水吧。怎么是你？大王，这几日皆是王后带着景应人在服侍大王。其他人呢？奉王后命，其他妃嫔皆在外殿候着呢。你们都出去。大王是要召王后来侍疾，那么是芈八则。是。大倩，王兄，太子和诸公子也都在外殿候着呢。外泄，不但宫中的诸位公子轮流侍疾，外封和军中的各位公子也都快马赶回来了。这么快？他们这是来侍疾，还是为了王位来逼宫呢？大王抑郁严重，表面上看是宫中诸公子齐聚侍疾，实则咸阳城中各位公子及他们的母族的势力已经在蠢蠢欲动了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风闻大王要废嫡立庶。那又如何？诸公子齐聚，大王废太子容易，但是想立公子继位太子则难如登天，只怕那10几位公子会为了储位杀得你死我活。不要说了，大王，事已至此，此乃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呀！大王应以大局为重，为避免国家动荡，臣请大王放弃易储之念吧。天意弄人。哎呦，大王，王兄，臣请大王早点定夺吧。好了，车厘子，最后还是你赢了。
大王英明，快选太子。不必。那大王要选谁？赵英夫人进宫侍疾。是。大王怎么说？是否让我们进去伺候？大王有旨，选迎夫人进宫侍疾。四弟，姐姐来了。姐姐，你笑什么？四弟，姐姐笑你当日也是在这成明殿里，你把从膳房偷来的膏粉倒在自己的头上，扮作老翁。如今寡人真的老了，要先姐姐一步而去了。四弟，你别说这种傻话。不，寡人时日不多了，心中有一事未了。此事重大，想托付给姐姐呀。四弟，母亲，阿才，把帛书拿来。是。迎夫人，有些事寡人不做，死不瞑目。眼下这事，只好托付于你。你这是何意呀？今日之事，有许多不得已，所以后果难料。因此寡人必须有所准备。到时候，全靠你拿出这道诏书来平定天下。四弟，眼下，寡人能够信的人，就只有你。倘若这种情形没有发生，那么在你起事之前，就把这道诏书烧了。万一姐姐
命薄短寿呢。四弟，四弟，四弟，那大秦就只好听天由命了。大王，你放心吧。大王召见，诸卿大夫、各位公子、各位夫人觐见。父王，父王，长帝之话，恶不为为，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父王，这些年，寡人能够东征西伐，是有赖于娘叔在朝中辅佐于我，兢兢业业，殚精竭虑。大王，你将来作为大秦之主，所思所想，当一切为大秦江山之利。寡人兄弟不多，却能同心，而寡人给你留下10多个兄弟，你能用上几人？同心几人？儿臣当不负父王所托，兄弟同心，供养我大秦国位。寡人也不要你对每个兄弟都能信任依赖。寡人只要你起一个毒誓，在有生之年不会伤害你一个兄弟的性命。若有违誓，天谴之。父王放心，儿臣纵然再不孝，也不会伤及手足性命。儿臣愿在父王面前起誓，有生之年绝不会出现兄弟相残之事。若有违誓，愿受天谴。楚离子，臣在，宣旨。天生德，孰达机务，继位为王。诸公子依旨就封，其母可随子前往封地。寡人把太子、把大秦托付给诸卿了。臣遵旨。
寡人累了，退下吧。大王宣弥八子觐见。你靠前来。大王，寡人一生做事决断，唯有在你和继儿的事情上，处置的拖泥带水，心源不定，一直错过了立继儿为储君的恰当时机。大王，你为秦国的大业呕心沥血，臣妾会尽心照顾好继儿。大王，就不要再为臣妾和继儿的事情焦虑了。寡人从与你相识起，就知道月儿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你虽不惜权势，但假若有一日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此刻寡人就要走了，不知道这十几年里，寡人是否有片刻得到过月儿的真心？大王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月儿与大王同心同德。到底还是如父如兄。不，大王是芈月的夫君。还是叫老伯吧，老伯不怪你。寡人儿女成群，真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多好。可惜寡人要走了。老伯不能走，月儿不让老伯走，老伯不能走。寡人也割舍不下你和继儿，剪一缕你的头发给寡人，可好？
月儿愿意等，等到老伯病愈后。你可愿再为寡人吹一曲公元前311年，秦王嬴驷去世，谥号为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在位时，继续了商鞅之法，任用各国人才，占领汉中，收并巴蜀，北扫一衢，使得秦国领土面积骤然扩大数倍。秦惠文王是秦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君王。秦惠文王死后，由太子嬴荡继位，史称秦武王。
再有几日，新王就会依照先王的遗诏，分封宫里剩下的几位公子。不知继儿会被封到哪儿去？先王在世时，已给继儿做好打算。若不出意外，我们将赴蜀地。既然这样，香儿、慧儿还有木心，自然是要跟我们走的。剩下的人愿意走的一起走，实在有难处不能走的，多散些钱财，让他们各自也有好的去处。这么说，我们也应该尽早收拾行装，免得到时慌手慌脚的。倒也不用慌张。宣诏后，若真要启程，还有10日。再说路途遥远，东西带多了，反成累赘。蜀地那边有司马将军和萧然主持，就算缺了什么东西，到那儿再置办也来得及。这几日为了打理先王的后事，会后疲累很了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，一会儿早点歇息吧。我只不过勉强尽责罢了。先王死前，待我情义全无，如同路人。我和他只剩下名分了。小的拜见惠后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小的禀报之事过于机密。此时此刻，在我这儿，什么事都算不上机密。惠后大于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经让木间取了一样东西给他。什么东西？有可能是遗诏。说吧。先王病重的时候，小的在承明殿跟着太子一旁侍奉，偶然看见先王临终前曾要木间去拿了一个专装诏书的木盒子。只是一个盒子。木间打开时，小的瞥了一眼，里面装的的确是帛书。什么内容？小的没有看到。此事先王隐瞒惠后，那诏书一定是对惠后和大王不利的。一派胡言！先王是当着众臣的面传位给当儿的，你却说有什么不利于我和大王的诏书？你是想谣言惑众吗？小的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虚言。惠后息怒，依奴婢看，这冯甲贼奴也许贪图富贵，但不像是有胆量胡编诏谕之人。是，小的对惠后和大王忠心不二，句句是真。那所谓的遗诏，如今在何处？小的不知。你赶紧给我去找，务必要找到。是。我找仔细了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啊！仔细找。怎么样？小的拜见惠后。怎么样了？找到没有？还未曾找到。废物！小惠后放心，小的一定能够找到那样东西。先王让木间拿的诏书，定是交给了什么人？小的记得，先王单独召见的人只有嬴夫人和芈八子。一定是芈八子，一定是芈八子拿了诏书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，不用找了。那这诏书，呈诏的人要没了，这诏书还有用吗？他们好狠毒啊！竟然对大街和木心下手，说大街不舍先王，自尽陪葬。可木心呢？大家都看到他腹部有剑伤啊。眼下木心如何了？
听说唐夫人看见木心还有一口气，就把他抬回长宁殿了，眼下生死不明。唐夫人平日胆子最小，却是个善人。你们可打听到了继儿的情形？公子季和其他公子一起还在灵堂里守灵。既然太子已经在大王面前发过毒誓了，眼下应当暂时无事。他们若想动继儿，只怕都不用太子动手，就会有一干讨好的小人自行动手。如今我是为你担心，只怕会后是恨死了你呀。米八子，会后有请。果然，有些人禁不住念叨。会后，会后，这是先王的遗诏，封你儿子为蜀侯，并允许其母随他入蜀。这应该是你一心盼望的去处吧？多谢先王，多谢会后。别谢我，先王为你打算的真是周到。可我不知你是否想要这道遗诏。会后何意？你若真想要，那就拿先王的另一道遗诏来换吧。还有一道遗诏？倘若我有，我何必要藏着掖着？先王又何必要封继儿为蜀侯呢？我也惶恐，怎么闹出两道遗诏？哪道是真，哪道是假？闹得宫中流言四起。我想，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去先王那儿问个明白。既然先王在临终之前都对你割舍不下，还是你去一趟，较为稳妥。是我看错了你。妹妹笑话，明明是我看错了你。这些年我看在姐妹情分上百般谦让，你却次次口是心非的哄骗我。我对你说过的话，句句真心。真心？哼！你说你绝不让公子季与荡儿争储位，我信你了。结果你却以守为攻，推举公子华做太子，想让我们两败俱伤。你说你要去巴蜀，我成全你，你最终却留在了宫中。我既入了秦宫，做主的是大王，并非是我。鬼话连篇！你还说过你绝不侍寝，到头来宫中争宠，谁人争得过你？你明明知道我当日侍寝是因为什么。皇爷来咸阳寻你，你本可以和他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还不是为了宫中的荣华，大王的恩宠，甚至什么？我是身不由己。你身不由己？
可我却是生不如死。我曾以为我给了你幡然悔悟的机会，我此刻才知道，你毫无悔过之心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杀人峰一事，已让你我走到尽头。你为了把我攥在手里，一直不出手我。那些日子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过来的。整日忍气吞声，心惊肉跳，而你呢，最终违背诺言，向先王出手啊！幸好先王走得急了些，不然这大秦就废后一楚了，你的孩儿就成了社稷之主了。你想要害人，何须要讲出这些个害人的理由？我就想让你死得明白些。说句良心话，先王去了，我曾想过放你一马，可突兀着又出了道遗诏，你让我实在是无路可走。千万别怪我，反之，换作是妹妹，一定也不会手软。好了，说什么也没用，我会筹办得风风光光的，送你走。既然你要杀我，那你对我的妻儿也不会手软。公子季，你的心头肉，天人永隔，骨肉分离，令人恻隐，我感同身受。定会安排妥当，让你们母子早日团聚。新王江山还未坐稳，作为母后，你就大开杀戒，会遭报应的。大秦江山与你再无干系，好好的，准备上路吧。冯甲，在。这可是先王要的人，看好了，别出什么意外。是。密八子，请吧。